哎，这个车为什么没有？都没有。哎，这车有没有铃啊？没有铃，没有铃。这个座椅会舒服吗？蛮夹屁股的。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自行车的？接触的话就很小，可能5、6岁的时候就开始学自行车，就真正接触这项运动，然后参加比赛，可能要到17岁的时候。因为我看过你蛮多视频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运动，你爸妈支持吗？起初其实像我们生活在农村嘛，然后在农村，比如说有一些骑车不用手骑，就双拖手骑，那个时候还小，然后家长看到了就会觉得有点危险，他就会制止你，提醒你下次你再这样骑，可能就是一顿毒打，对，把你腿打断。对对对。刚参加比赛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不太能够理解，然后到我现在已经比了10几年的比赛，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的每一个对手，然后叫什么名字，或者是在哪个地方，然后甚至是他们适合什么样的路线，他们现在都会有一些了解。那你第一场比赛参加比赛的时候是17岁？应该是。17岁的那场比赛拿的名次是怎么样的？第1名。第一次比赛就第1名？对对对，是。那你天才型选手？我觉得还是就之前可能这项运动发展的并不是特别的成熟，很多人只是在参与，并没有每天花很多的时间。只是我在那个阶段花在自行车上面的时间比其他人要更多一些。国内的山地自行车赛事和国外的山地自行车赛事区别大吗？我觉得应该蛮大的。我最早可能要10年左右去在挪威比了2次比赛，出去你会发现他们的氛围，然后他们的竞技水平都比我们好很多很多。就是他们那边。但是我那个时候我20几岁，我可能出去连老大爷都骑不过。啊，对。所以说我们即便是中国山地车，可能慢慢现在已经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了。如果要走出去跟国外的一些选手去比，我们还是会差很多。确实有差距。那个时候你有教练吗？没有，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教练。那你觉得你自己的训练专业吗？其实不专业，而且我觉得训练因人而异。比如说我17岁的训练方法，跟我35岁的训练方式跟方法肯定是不同的，所以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不同的训练方法。你现在算是专业车手吗？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应该怎样来定义我车手的身份。所有专业运动员该有的束缚我都有，专业运动员的这种就大概就是政策吧，就可能不会落实到我们这种选手身上。对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我觉得只要你花了足够的精力，足够认真去做这么一件事情，我觉得你就是专业的。哪怕你是专业运动员的身份，但是你每天不认真的去做这个事情，你也一样是个业余的。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专业的或者国家顶级的一些选手去同台竞技的？2017年吧。拿到过什么名次吗？比的不怎么好的，那个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真的还是比我们专业很多很快。通过可能2017年、2018年自己的这种训练，然后到了2019年，然后自己第一次参加这种国家级的山地车比赛，就拿了第1。什么比赛？以前叫全国山地车冠军赛，后来改名叫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。那当时拿到这个第1名的时候，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样？整个行业，然后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比我更在意这件事情的发生。因为对我来说，我可能只是赢了一场不同的比赛，但对他们来说，可能是第一个业余身份的选手拿了国家这种专业的比赛的冠军。这个事情是在2019年之前是没有过业余选手打败国家队的。应该是。比赛会有奖金吗？对，比赛也会有相应的奖金。这样比赛应该是有很多就是国家的一些体育局举办的比赛，然后还有一些业余的比赛。对，专业比赛就可能是又累，然后又不挣钱的这种。对，但是会有名气。对，但是从19年开始就自己其实自费去参加专业比赛。那之前为什么不去？之前是因为体制的这种政策没有开放业余跟专业一起比。什么时候开放的？17年有一些业余比赛的选拔，比如说某场比赛的前几名有资格跟专业的选手一起比。为了可以代表国家比赛的这种名额，然后你去为了一个名额去做了努力，做了争取，然后最后可能你连争夺的这个名额的资格都没有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作为一个业余车手，即便你可能你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专业的水平，但是如果想要代表国家去参加某一项比赛的时候，可能你的这个身份还是不足以支撑你完成你的梦想。对，哪怕你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他的标准都不行。所以这也是局限于你现在只能拿全国锦标赛冠军。是，就是自己没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更多的比赛。我明白，在你年轻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应该也有机会进入正规军。为什么没有去？第一个就是我业余的身份会相对的自由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去了体制内，我可能要放弃我自己现在所有的商业的赞助广告，然后在外面自由的去给人做产品测试啊，或者说做这种推广。如果我进了体制内，没有办法获得跟我现在相同的收入，或者是更高的收入，那对我来说我就没有太大的必要。因为毕竟我不能拿着自己的梦想就什么都不顾就去体制内。对，因为肯定我还要顾及我的家人小孩。
那后来，等19年参加完这个比赛之后，你有没有更有信心去跟一些国内的顶尖选手？就是我参加完那第一场比赛以后，19年一直到我今年，我的所有比赛的重心、训练的调整，全部是照着自己要去比专业比赛这种节奏在安排的。对，就是后来比完了这个以后，我会发现业余比赛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兴趣跟意义。就以后你就走的就是专门跟这些专业的人较量。对，就是可能从1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，我其实就是跟专业在比赛。给你1个亿，让你放弃跟自行车相关的一个运动，你选哪一个？我觉得我还是会放弃的。我觉得很真实。对，真的因为毕竟不是100万，不是200万，1个亿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拒绝的。对，花1个亿让我天天骑我也可以，让我天天不骑我也可以。是的，你的收入大体应该只是分为，比如说比赛的奖金、代言、广告这些，对吧？对，其实是不稳定的。对，不稳定。很多车手就是因为3年的疫情没有比赛，然后没有露出就没有更多的赞助商去往这里面投入。我在想，你们这项运动有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啊？就是我觉得其实是有的，就看你自己是怎样定义你的身份。比如说我是个车手，就我只想拿冠军。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，那年龄对你的困扰和对你的影响肯定是最大的。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参与这项运动，你只是想获得这份快乐，你只是想玩，那我觉得你骑到多少岁都无所谓。你的巅峰时刻是什么时候？我觉得我今年都是巅峰，但我在我开店之前我都是巅峰。啊，你现在开始在创业了？对。你的创业的方向是什么？跟自行车有关吗？现在是车店，就不管我以后比不比赛，就是以后的从事的职业和行业，肯定都还是自行车。你现在的这种转型，是不是也有一种无奈在里面？算吧，对，因为这个行业不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，可能还是会有一点遗憾。你们这个山地车贵吗？一个品牌里面它有很多个等级，然后它有不同的车款，对，然后它也有不同的材质，所以它也划分了不同的价格，可能从几千块，然后一直到几万块、10万块都有，都不一样。你自己的车多少钱？我自己的车组了，可能有几万的，也有10万以上的。你第一场比赛多少钱？那辆车？我第一场比赛的车1-2千块钱，1-2千块钱拿了第1名。但是那是我3个月的工资买的。最早的时候有一些比赛它只有奖品，但是对自己是一份认可。对，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考虑很多，也没有说那时候我要靠比赛挣钱。那个时候真的就单纯的只是因为喜欢，只是因为热爱，所以我去参加比赛。那你从什么时候坚定了说我要靠自行车来养活我自己？2008年左右，可能一场比赛的奖金有8000块，但是当时可能放在我们这种自行车的行业，可能你在自行车店工作，你1个月可能只有2000块钱左右的收入。你身边有过朋友因为骑这项运动，然后比赛的就是骨折的什么的，掉牙齿的什么的都有。有一群人，你的粉丝在旁边起哄，然后让你去做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，你会去做吗？如果我能做，我肯定做；但如果我不能做，我肯定不做。所以你不会被外界的一些东西，然后会让自己上头？对，不会。最先学的应该是如何保护自己，就身体就是运动员的饭碗。对，如果你连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住，因为你随便受了一个伤，影响你的整个接下来的这种职业生涯。那现阶段喜欢这个运动的年轻人多吗？蛮多的，越来越多。从你感受到的。对，因为其实现在来说，公路自行车的群体是更大的。对骑行者的这种技术的要求会相对来说更低一点，但山地车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，就会觉得啊，山上很乱的、很复杂的这种环境下面去骑可能会更危险，但其实并不是。山地车有一个更好的操控，山里面你不要去骑那种很野的路，其实相对来说安全还是完完全全是在你自己的掌握之中的。你不敢做的下坡，你可能就不会去尝试。明白了。公路车和山地车这2个车其实只是比赛的场景或者骑的场景不一样。有时候人啊，对于自己的那一份热爱、那一份执念，很难被别的东西所替代掉。这个运动应该算是你的执念。对，很多年了，然后对山地车真的就没有一点厌倦啊。但是因为很多现实的问题，可能你要选择不同的路去走。但即便是要走，也要还在这条路上。是，但是可能方向就不同了。